Hi everyone， 欢迎来到守望好莱坞。性感美艳是史嘉蕾在全世界影迷心中最初的标签。史嘉蕾年轻时候有多美，说一句惊为天人都不过分。性感双唇、娇嫩肌肤、清澈眼眸、诱惑曲线，史嘉蕾对男人的杀伤力可谓老少通吃。所有 NBA 球迷都知道一个梗，那就是史嘉蕾的洗澡水。之所以会有这个梗，是因为篮网球星杜兰特曾在社交媒体上表白史嘉蕾，表示希望喝到他的洗澡水，甚至他擤过鼻涕的一张餐纸居然被拍出$5300的高价。性感成为他的利器，同时也成为了人们真正认识他的阻碍。人们喜欢他性感的嘴唇，喜欢他性感的身材，没有人真的在乎他是否真的会演戏。他说，我要从性感的深坑里爬出来。今天就为大家带来一个真实的史嘉蕾。史嘉蕾1984年出生于纽约市，可以说是演艺世家。他的爷爷是一名编剧与导演，他的母亲是著名制作人。史嘉蕾拥有犹太及丹麦血统。史嘉蕾8岁开始就从事专业表演，9岁开始拍电视，10岁演电影。而他对演戏的兴趣3岁时就显露了出来，而且异常坚定，是泼多少冷水都扑不灭的那种。小时候在各个片场里东奔西走试镜，几次落选后，小孩也绷不住了，在地铁上就开始大哭起来。母亲安慰他，要不换个别的事儿做做？他摇头，我就是想要成为一名演员。1994年，史嘉蕾出演了她第一部影片《北》，她在片中扮演了一个小角色，随后又演了2部名气不大的影片《合适的理由》、如果露西倒掉、曼尼和罗。这几部电影的小角色帮着史嘉蕾敲开了好莱坞的大门，用她的话来说，是等到了属于我的那趟列车。列车一路往前，把她带到了更大的舞台。1998年，她得到了大导演罗伯特·雷德福的青睐，请她在其新片《轻声细语》中扮演女主角克里斯汀·斯科特·托马斯的女儿，一个失去一条腿的女孩。轻声细语的导演罗伯特说，她就是那个有30岁表现的13岁少女。史嘉蕾渐渐长大，从童星转变成一个开始初露性感的女人。迷失东京片头那个经典的背影，让很多人第一次发现了这个从前骑在马背上的女孩原来已经这么性感迷人。2004年，她主演了《戴珍珠耳环的女孩》，这2部影片让她同时入围金球奖的剧情片和喜剧片最佳女主角。很多影迷们说，这部影片里的史嘉蕾仿佛是从油画中走出来的。从那时候开始，就已经有人陆陆续续称她为性感女神。史嘉蕾挺开心的，被人欣赏是好事儿，反正也没什么损失。2005年到2008年，史嘉蕾出演了伍迪·艾伦导演的《爱情决胜点》、《遇上塔罗牌情人》和《午夜巴塞隆纳》。伍迪·艾伦说，史嘉蕾在灵魂深处有玛丽莲·梦露式的性感，那是一种丰腴的美感，艳光四射，难以逼视，诱人犯罪。所以出现在伍迪·艾伦镜头下的史嘉蕾总是性感的、诱惑的，甚至是情欲满满的。但是史嘉蕾却说，我总是感觉不自在。导演诧异，影迷们不明白。直到2010年，史嘉蕾出演《钢铁侠2》之后，她陆续出演了《复仇者联盟》系列、黑寡妇系列等等。冷酷干练的黑寡妇让她成功的揭掉了自己身上性感尤物的标签。史嘉蕾说，女性超级英雄一般都太弱了，但是黑寡妇非常帅气能干，我很喜欢这一点。2011年，她惨遭黑客入侵，泄露裸照，让她形象大跌。她曾经一度陷入抑郁。我对一些超过20年的老朋友都产生怀疑，我甚至怀疑每一个人都有潜在的可能性。也许那时候起，她便希望自己像个女战士，不惧危险，不惧人言。她经过半年的调整才恢复正常，并且拥有了更强大的内心。史嘉蕾有一个大胆的宣言，不会和30岁以下的男人拍拖。她讲这句话的时候也不过20岁。她认为男人只有超过了30岁才会真正有魅力。
想起一个人，那就是昔日风光无限的小李子。他的恋爱宣言是：我的女朋友永远都不会超过25岁。这似乎是一个无情的对比，在男人眼里，女人越年轻越好，而在女人眼里，她们却要拥有一定的年纪才具有魅力。史嘉蕾如今还不到40岁，可是她却已经结了3次婚。可除了这第3段婚姻，史嘉蕾的情感史却可以写成一本书，那是与10多个男人一起普救的辉煌，始终让人们对其津津乐道。2004年，史嘉蕾与杰克·葛伦霍被传出绯闻，两个人看上去郎才女貌，相当登对，被外界称为天作之合。可惜的是，史嘉蕾对这样的外界看好并不买账，太年轻的男人对她来说完全没有一点吸引力，她宁肯与比自己大又没名气，甚至眼袋超大的贝尼西奥传绯闻。在两人交往期间，因为狼人贝尼西奥的大嘴，导致坊间盛传他与史嘉蕾在当年的奥斯卡典礼之后同乘电梯时难耐激情，电梯门事件一时成为小报头条。对比男方模棱两可的暧昧态度，当时20岁的史嘉蕾则坚决否认，但几年后她承认了，并表示后悔。很快，史嘉蕾对外承认了初恋男友杰瑞德·雷托。2004年，20岁不到的史嘉蕾公开承认男友是演员兼摇滚歌手杰瑞德·雷托，两人交往不到1年，因工作太忙分手。2005年4月，史嘉蕾与乔什·哈奈特因拍摄《黑色大丽花》一见钟情，可订婚后不久便分道扬镳。2008年9月，23岁的史嘉蕾与死侍系列男主角的莱恩·雷诺斯在温哥华的一个度假胜地举办了一场温馨的婚礼。可惜的是，两人都是演员，常年分隔两地，终是败给了剧里，无奈分手。2011年，史嘉蕾与谢恩潘的父女恋也只维持了3个月便宣告结束。他说：我选择他们是因为不想孤独，或是试图填补内心的寂寞，没人能拒绝史嘉蕾的魅力。2011年，史嘉蕾出席金球奖颁奖礼时候，当时还在鹅城雷霆队效力的杜兰特激动地发了条推文：史嘉蕾，我会喝掉你的洗澡水。2012年2月初，史嘉蕾被与38岁的内特内勒在夏威夷海上度过两人的第一个情人节。7月9号，史嘉蕾跟内特内勒来到意大利度假胜地。8月20号，史嘉蕾·乔韩森和男友内特内勒出现在法国巴黎市区的卢森堡公园。10月，史嘉蕾与交往近1年的内特分手。2012年10月15号左右，媒体首次曝光史嘉蕾就与罗曼·达瑞克在巴黎和纽约同行的照片。11月，两人公开恋情。12月6号，二人被目击在纽约街头上演法式热吻。2013年9月，史嘉蕾亮相威尼斯电影节时，手上的巨型钻石戒指格外闪耀。随后，经纪人承认史嘉蕾与罗曼已订婚。2014年3月，30岁的史嘉蕾与罗曼的友人称，史嘉蕾已怀孕大约5个月。9月4号，史嘉蕾·乔韩森在纽约生下一个孩子，取名罗斯。几个星期后，史嘉蕾与罗曼结为夫妇。可是，在2017年3月，史嘉蕾·乔韩森正式提起离婚诉讼，选择与现任丈夫罗曼通过法律程序和平分手。她就这样在一个又一个男人里漂泊，始终没找到对的那个人。即使她身负盛名，也抵不过内心的荒芜。她把自己的脆弱坦诚在大众面前。某种程度上来说，离婚就像是你在做世界上最让人感到孤独的一件事，真的非常孤独。2020年的时候，史嘉蕾再次走进了婚姻的殿堂。新郎科林·乔斯特是一名喜剧演员兼编剧，比史嘉蕾大3岁。两人于2017年交往，去年5月宣布订婚，在亲友的见证下，低调步入了婚姻的殿堂。希望这次的他找到了真正的幸福。黑寡妇成了史嘉蕾·乔韩森的标识，开拓出了全新的超级英雄电影风格。他接连遮演的科幻电影《皮囊之下》、露西、攻壳机动队既叫好又叫座，甚至在电影它中仅靠独特的低沉烟嗓就演绎出了人工智能内心的千回百转。然而当复仇者联盟系列走到末路，史嘉蕾却决然跳下了战车，重回小成本电影的怀抱。
我不会用预算表中的数字来评判一部电影，我不会去拍那些我自己都不想掏腰包去看的电影。4500万美元的年收入带给他的最大益处，便是一个从容的转身，从此不用为了生计而工作，更不必为了名声而妥协。事实上，离开了成熟大 IP 后，并非人人都能风生水起。同样告别漫威的小罗伯·道尼、葛温尼斯·帕特洛正遭遇困境。现象级偶像明星想成功转型更非易事。凯特·温斯雷1998年就凭《泰坦尼克号》获奥斯卡最佳女主角提名，直到11年后才靠《朗读者》赢得评委认可。里奥纳多陪跑了整整23年，才如愿以偿拿到奥斯卡小金人。史嘉蕾·乔汉森并没有深陷在黑寡妇的角色里，而是凭着一股子倔强的勇气，用头脑和能力创造出了许许多多个让他舒适的身份，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就是演员。如今围绕史嘉蕾的话题已经是吐槽男孩和婚姻故事，这是他职业生涯中头2部真正扮演为人父母的角色。在吐槽男孩中，史嘉蕾·乔汉森饰演的妈妈罗西是最温暖的一道光，明媚温柔又坚强隐忍。婚姻故事里，她却成了遭遇婚变的妻子妮可，经历了从委屈无奈到狠心决绝的离婚困境。这2个角色都不靠外貌取胜，而是凭借坦然而精准的演绎，展现了女人面对命运的挣扎。从童星转型到性感女星，再到商业电影的扛把子，以及如今奥斯卡双料提名影后的实力派身份，史嘉蕾的每一步都稳扎稳打。她用实力证明自己不只是一个性感的花瓶，还是一个合格的演员。最后，如果喜欢这部影片，别忘了按个赞或是分享给身边的朋友。感谢您的鼓励，我们下期再见。